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久违的我一日的饮食记录。昨天是4月30号，好一阵子没有录这种记录了。就是最近想分享一下我一些饮食上的喜好，还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变。我把它留在影片最后，那么就先来看食物们吧。昨天的早餐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，主角是传统燕麦片，放到一个碗里面。加入亚麻籽粉、虾籽粉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肉桂粉，还有这个燕麦麸。我第一次加这个到我的隔夜燕麦粥里，就想试试口感有没有不一样啦。事实上好像没有吃到不一样的口感。然后再加入豆浆，然后把它们混拌均匀。这个时候看起来很随意，没关系，隔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它吸收的非常非常多。然后把它冷藏一晚，隔天早上拿出来，像这个样子。这时候我会看它的质地，如果太浓的话，我会加一点水。然后我喜欢倒到碗里面，再加吃的话啦。然后早上我会习惯先让它退冰一下。然后我准备想到要先吃水果，这天吃了芭乐，还有苹果。最近芭乐还算蛮便宜的，然后接着我记得的时候还会吃这个一颗 probiotics 那个益生菌，因为我的肠胃以前就是不太好，有时候会有那个胃食道逆流跟胀气的问题，但是最近我真的觉得好很多了。这天早上一样是喝抹茶豆浆，最近很喜欢喝这个，就抹茶粉加一点热水，然后再加一点椰糖浆，不是椰糖浆，椰糖粉。然后之后再加入热的豆浆。是的，我是用碗喝抹茶的。再回到我们的隔夜燕麦粥，上面淋一点枫糖浆，然后混拌一下。对，我会事先捡到一些冷冻的莓果，然后再加上一点荞麦种子谷片。还有一点点生鸡的那个燕麦谷片，我会把有分享过的食谱链接都放在描述框，然后再加上我一定要的榛果酱，这样子就很好吃啦。不过吃一吃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少一点酥脆的口感，所以突然想到我还有燕麦饼干，就加一点燕麦饼干上去。你可以加任何你喜欢的配料，有时候我会加可可碎豆。或是更多的花生酱这样，然后说到花生酱，一定不能错过香蕉加花生酱啦。然后也有再淋了一点这个 granola， 其实我就是边吃边加，所以就是没有再算分量。之后再吃了一点点的点心，这个是香蕉燕麦饼干，下个礼拜会分享食谱，所以等我的影片哦。最近都在吃这个，另外还有吃无花果干。还有椰枣干，还有这个黑巧克力，这个我是在那个家乐福买到的，然后很久没吃这种香草味还蛮重的，不过它好像在出新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就是午餐时间是要来吃沙拉，就准备先来调沙拉酱，这个是塔希尼加一点那个椰枣泥，还有一点点的饮用水，洋葱粉跟大蒜粉，还有一点点的氨基酸酱油，我通常都是目视这一切。然后还有最近很喜欢这个黄柠檬，因为我之前吃绿的柠檬，我的胃有时候会不舒服，最近都改用这个黄柠檬，胃就比较不会不舒服，而且重点是它比较甜，就加一点点下去，然后先混拌一下，就是我会边试味道。Not bad, that's good。好，我觉得试的刚刚好。然后就再加一点亚麻籽粉，因为想让它浓稠一点，或是有的时候我会再加一点塔希尼，像这样子就差不多啦。好，我现在准备烤南瓜，因为南瓜要比较花时间烤。把南瓜切成块状，像这样子。这个是我很爱的栗子南瓜，然后我就撒了这个之前在 Costco 买的大蒜综合香料调味粉，里头有一堆有的没的。不是有的没的，就一堆天然的香草啦。然后重要是还有大蒜，就我很喜欢大蒜的味道。
然后淋上去之后再加一点橄榄油。我也是就是目视这一切，好像有点太多了，不过没关系。然后就把它们两淋一下，抓一抓，之后放到铺烤纸的烤盘上。烤箱这时候以160°C 预热了，然后稍微铺平一下，之后就可以把它们放进烤箱，以160°C 烤大概30到35分钟左右。接着再来看我第一次吃的这个 kale 那个羽衣甘蓝，中文是这样吧？羽衣甘蓝 kale， 就我第一次吃这个，之前常常在国外的影片上面看到，就没吃过，就很想吃吃看。然后这次买它就觉得，它还真的蛮硬的呢，所以就是让它软的方式就是我会喜欢加一点盐，然后再把它抓一抓，用你的手干净的手抓一抓，这个时候它就会慢慢开始变软。像这样子，然后它会体积会缩得蛮小的，然后我之后再加一点前天剩下的生菜，还有炒熟的胡萝卜、洋葱，然后还有生的小黄瓜，大概半大根左右吧，还有煮熟的藜麦，还有这个沙拉酱，这时候应该已经有明显变稠了，然后就把它全部淋上去，还有加煮熟的鹰嘴豆。这样子，我通常之后还会再加一点那个黑胡椒粉，然后试味道，如果不够咸，我会再加一点盐，然后把它们放到盘子里。我最近很喜欢用盘子吃沙拉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特别大盘。然后我就想要放一些小黄瓜，不是小黄瓜，小番茄点缀，然后好像有点放太多，不过你知道不嫌多啦。然后我边做沙拉的时候边吃芭乐，还有这个是面包丁，自己做的那个蒜烤面包丁。其实还蛮简单，就加一点大蒜粉跟橄榄油，把面包烤干这样子，这样就是午餐之一啦。第一次吃那个羽衣甘蓝 kale， 我觉得它的味道跟青江菜有一点点像，不过口感很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加塔希特别好吃。接着南瓜，烤南瓜好了，然后像烤到这样就差不多啦。另外我还烤了这个那个豆渣汉堡肉排，之前分享的。然后另外还有饼干，吃了好几块这种自己做的多种子饼干。另外之后有再多吃了一些那个烤南瓜这样子。然后这天的饭后水果是木瓜，最近超级喜欢吃木瓜，然后而且买了特别大一颗就切了很多，所以就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这真的超多的。不过我还是有吃完了。然后之后一定不能错过的甜点时间，一样是自己做了一些燕麦球，然后还有前阵子分享的那个 vegan sneaker， 我会把食谱链接放在下方的描述框。还有冷冻的香蕉切块，我夏天就是很喜欢吃这个。对了，还有吃这个我在试做的小蛋糕，一样是 vegan 的 cak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，好久不见，感觉一阵子没在镜头前讲话了。这次就是要简单的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生活上还有饮食上的变化，这样就是最近我是在一个 all in 的状态。什么是 all in 呢？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不做运动，不做激烈运动，然后吃任何想要吃的东西这样子。那之前其实我大部分都是吃任何想要吃的东西，但之前比较像是 half in， 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去做某些运动，我自己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。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一辈子这样下去，我不想要一辈子都觉得我好像不做运动会有那种焦虑感，会有那种限制绑住自己的感觉，这样绑住自己的感觉，所以就觉得我想要改变。然后就看了不少影片，跟读了不少文章，也有看了一点点书，然后就觉得想要 all in 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，你可以也去 Google 一下，英文会有比较多资讯栏，然后中文可能我没有 Google 中文过，所以我还不确定。那或是你们有想要这方面更了解，欢迎在下面告诉我，我可以就是另外一支影片，因为那个还蛮就是多可以讲的这样子。反正最近我就开始去 all in， 就是吃任何想要吃的东西，不强迫自己做运动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做比较就是放松拉筋的瑜伽，或是去外面走一走、散散心，就是不是把走路去当
运动，或是我没有任何的必要去强迫自己做运动，还有去尝试自己以前不太敢吃的食物。因为以前虽然我大部分就是会让自己吃任何想吃的东西，但是某种程度上，我知道我自己还是有那一块，就是那一块你不敢碰触或是不太敢去吃的食物。我自己是 vegan for 那个 ethical reason， 就是因为人道的问题、动物的问题，所以我对于含动物性制品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叫什么渴望。但是就是有些东西，比如说像是Oreo， 或是反正就是一些被认为没有那么营养或是空热量的食物，我之前还是会有点害怕去吃，或是吃了我有时候心里的某种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就会告诉我，好像是那个不太好嘞，有那种焦虑感。然后现在就是努力的去叫什么，就是让这种感觉越来越少，因为我觉得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没有。我过去在就是 diet 就是叫什么节食那种饮食控制那种情况下，很久很久，我不会想要去一下子就磨灭它，因为我觉得那不太可能是一触可及的。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慢慢的去进步改善，不再去让食物控制我的生活跟心情。这个社会把太多的价值好像把它驾驭在我们的外表上，好像我们一定要瘦才有价值。这会让我去重新思考很多事情。比如说我现在比我大学的时候重了大概快7、8公斤有吧。对，一开始其实很难就是去接受，其实真的。但是我后来慢慢去思考，会觉得说7、8公斤 so what， 所以嘞，就是这些东西不会去对我的价值有任何的改变。那这次感觉就不想要说太长，但是就是我这2、3个礼拜 all in 以来，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东西，想跟大家分享。这样，最后影片最后想问大家，就是大家最近都在吃什么水果？因为我最近水果已经就是吃完一片，木瓜、凤梨，然后苹果、芭乐，然后还有什么芒果也吃了。然后现在我想说想试新的水果，但是不知道吃什么。这就先这样子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欢迎，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新的想法或是想看的影片的内容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对，那这就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I can't think straight. My mind is rushing of words that you won't take. Notice of the way you feel safe. Everything I do, I'm too late.